错费了。瞧人家名山集团啊，大公司就是有钱，上的全是能上台面的菜，是不是？是，孙总愿意主动沟通呢，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信号。徐律师，关于你们申请术前财产保全，我们申请了复议，并要求法院要你们承担保全错误的责任。现在，你把账户封停，让名山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难，也让受偿的款项变得毫无意义，造成现在鱼死网破的局面，是你的目的吗？这事儿呢跟老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账户呢是我要求封停的，没办法呀，你们不给我们代理费，我们只能这么干。二位律师，代理费不是我不付啊，是我付不起啊，账户里就剩下1000多万了，你们把账户一封，工人闹事，流水线停产，这可是砸人家饭碗啊！孙总，道德绑架我呀！但我陈硕不吃这一套。当您让保安把我拦在名山的大门之外，当你跟明海去偷偷谈判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这一点，是不是？现在说这些没意义啊。孙总，我们不是要和名山集团较什么劲，您把陈律师应得的代理费给了，我们立刻申请账户解封，就企业的钱您就全都拿到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按照合同约定把代理费分毫不差的给我们，我就什么时候申请解封，否则的话，30天之内我一定起诉。这1400多万，谁都别想动。陈硕，你这就是往死里拖我呀！你自己算一算，就这个案子，你拿的代理费，足够我发几百个工人的工钱呢。工人在挨饿，你还嫌钱少？哼，这可真是啊！路有冻死骨，何不食肉糜？哎呀，都是这样，谁还干实业？都去做律师嘛！孙总啊，你发不出工资怨我呀？你耍过来惹这些事儿，咱俩谁砸工人饭碗啊？诉前保全只是我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的自保措施。孙总，咱们双方达成一致了以后，我们可以马上申请解封啊。咱今天聊的不是这个事儿啊，咱是不是要聊代理费的问题？聊正事儿。好啊，聊正事儿。徐律师啊，根据梁成所和名山集团的委托代理协议，我们已经履行完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，而且全部的代理费的支付条件也已经成就了。协议上规定的，二位有什么异议吗？恕难认同。第一，梁成所已经发函公告，和陈硕律师划清界限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只谈陈硕律师。第二，陈硕律师并没有履行完成所有的委托事项，所以并没有合法的理由取走全额的代理费。陈硕律师只在一审中参加了工作，而一审中明海基本未做抵抗，债权的实现大部分最重要的工作基本是依靠双方谈判解决的，这并不是陈硕律师的工作成果，所以陈硕律师领取全额代理费显然有失公允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陈硕律师私自从共管账户中转走了560万，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侵占。我们要求立刻返还，并且对此保留进一步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。在陈硕律师全额返还的前提下，除了报销发票可以证明的合理开销外，我们愿意为陈硕律师和韩志东律师付50万的代理费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最终决定，不可更改，也没有谈判的空间。孙总啊，你也是这态度吗？我已经全权委托许卓律师了，我听许律师的。那不好意思了，咱别谈了，法庭上见。许律师，孙总，你们可不可以回避一下？我想和陈律师单独谈谈。好，可以。
年轻真好。你没比我大几岁，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年轻的时候，脾气比你还暴，不然也被进去2次。徐律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咱们都是律师，都干这行，圈子就这么大。您那2次因为什么进去，大家都清楚。所以我的事儿呢，跟你的还真不敢相提并论。陈律师，我们是同行，当然明白无伤其类的道理。虽然我是名山集团的代理人，但我愿意帮你。不是许律师，我还真就奇怪了，你总是这样吗？代理着原告，帮着被告，你想2边通吃啊？我们都是吃法律这行饭的，打赢官司挣到钱是最重要的，别的事情不要多管。只要你不多管闲事，名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我多管什么闲事了？还有就是我管什么闲事跟你又有什么关系？咱今天来不是聊名山的事儿吗？还要聊别的吗？陈律师，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好意。行。小磊，我真没想到你能开出这样的价格。你这是把家底儿都砸进去了吧？值得就行。小磊，我签。那太好了，张文姐，我这边随时可以打款。哦，对了，夏叔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他有事要忙。他的工作不就是围着你转吗？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那肯定是你的不对，你欠他的钱还没有还上呢吧？还没呢。你这么大人啊，不用我说，你也明白夏叔的心思。本来我这2天是要回美国去的，就是因为他来找我说你的好，我才答应见你的。他替我说话。他第一次约我就跟我说你的好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，我能跟你签，还是因为你的开价。我爸出事儿了，我妈也指望不上。不过还好，我还行。这车轮我能钻第1次，我就能钻第2次。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吃饭，我心里高兴。84万外加差旅费，你给不给？不给，我要你接着帮我讨债。滚！姐不伺候了。我之前卖车的钱，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，已经不剩多少。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，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。你就告诉我，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？拆东墙补西墙是吧？可以啊，郝磊，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，那你拿什么还给我？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？到
当个股东不行吗？我不买了，什么？这股份我不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小磊？小磊，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这没有，你这有意见吧？没有，可以开始了。公布吧。万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未通过。这通不过咋办呢？当然通不过了，才按30%的比例受偿，剩下的钱我们找谁要去？不是，那再通不过，那不能按清算走吧？不会，他们不敢。咱们接下来呢？怎么办？回家再说吧。方律师、陶律师，二位请留步，魏法官找二位有事，二位这边请。好。门口等我们。好。魏法官、徐主任、方律师、陶律师到了。好，方律师，来，欢迎，请坐。方律师，按照规定要有2/3的同意，可是现在才刚过一半，这怎么办？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也没想到。其实会前啊，我们和绝大部分的债权人都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们的反馈还都是比较积极的。那真是没想到，到了会场，这样可不行啊！虽然法律没有限制债权会会议的次数，但一次会议就出现大面积的反对声音，之后很可能会更难。政府也一直强调要在会前做好沟通解释的工作。我们也在努力的做沟通工作。按理说啊，如果他们要反对的话，不应该到了会场才投这个反对票，那应该事先来找我们沟通才是。我认为应该有别的情况吧。方律师啊，照这个态势，第2次债权人会议恐怕就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如果还通不过，可能要考虑转清算的工作了。明白。方律师，典型的刘总在债权人的会议上投了反对票，您知道这事儿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他不光自己投了，他还鼓动了一批的债权人一块儿跟着他投，导致了重整方案没有通过。徐律师，您之前给我保证过的啊，他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跟刘总谈过，也跟他分析过利弊，他满嘴答应。可是我一再保证他会得到优惠，到头来没有。他反对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徐律师啊，事到如今呢，我也只能依靠您了。麻烦您还得劝劝这个刘总，在下一次的这个大会上啊，一定要投通过票，否则呢，咱们这个重整方案通不过的话，那我们只好清算了。到时候，我想他连20%都拿不回来吧。刀律师，为了配合你们的工作，我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没法工作了。家人一个，说什么？重整方案通不过，我想我们的结局都不会好过。您说呢？方律师，别这么说，我再去做工作。哼，哎呀，真够孙子的。
夏叔。喂，张兰姐。夏叔，我过2天要出国，临走前我有点事儿得和你说。你这么快就要走啊？那股东会怎么办？你要弃权吗？夏叔，郝磊欠你的钱都不还你，你还挂念他呢？姐，你刚刚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？还是股份的事儿。郝磊找我说钱凑够了，本来他开价很高，我当场就想签约，可我一问他夏叔怎么没来，你俩是不是吵架了？他就跑了，你俩什么情况？他没有买吗？为什么？谁知道啊，我还纳闷他哪来的钱呢？之前你不是说他还差110来万吗？这都是上哪儿凑的？梁叔可不是能给小磊凑钱的人，是我的代理费。他是挪了你的钱，这小子真不靠谱。多亏这协议我没签，看来这股份啊，我还不如卖给他大伯呢。姐，你要卖给他们吗？这事儿你别操心，我自己看着办。谁让郝磊欺负你的，我帮你好好治他。这。陈硕律师吗？陈硕律师，你涉嫌侵占罪，当事人已提起自诉，并向公安机关报案。现在需要您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陈硕被抓了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呀！这事现在闹得田律师好。你确定他被抓了吗？陈律师，我也是听说的。挺好一人呢。真的，是他出来。我当时就说吧，这1000万没这么好办，他就是太倒铁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田律师，陈硕被抓了。陈硕被抓了？对呀，现在整个所都传开了。啊。进。师傅，陈律师被抓了。什么？陈律师被抓了？徐哲这人啊，够狠。都是同行，他怎么能下得去手呢？你说，他对陈硕这样，对我们呢，也不会轻易放过的。万和的事儿啊，我们得万分小心他了。方律，陈硕的事儿啊，侵占罪，在法律上还有的可打。陈硕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提防的是许卓，要防止他在万和的事情上跟我们使坏。哎，我有急事出去一趟，家里有什么事给我盯着。哎，好嘞，师傅。哎，田律，方伟，硕哥被抓了。什么？陈硕被抓了，千真万确。是明山集团报的案，说他将明山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，构成了侵占罪。所里现在气氛很紧张，生怕卓越所在万和案上发难。喂，你好，徐律师，我是良城所韩志通。韩律师，怎么了？我可以去卓越所找你谈谈吗？我一会儿约了客人，走不开也不方便。那就请您出来谈谈吧。你们所附近有个陋室名茶社，我去那儿等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走不开。没关系，我会在那儿一直等你，等到你有时间，咱们陋室名见。老弟还是没接吗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再给打几个？我打着呢。这徐老师也太狠了，他打这个案子又挣不到大钱，何必呢？许卓就是要赶尽杀绝呀，
还不知道？接啊！罗律师去哪儿了？邹啊，哎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调静音了，没听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罗律师，陈硕被拘留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们昨天还通电话来着，昨天下午的事儿。因为什么事儿啊？涉嫌侵占罪，梁诊所田律师刚给我打电话说的。还是那个案子，是明山集团报的案，许卓干的。徐老师这么做就不怕在圈子里败坏名声吗？这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，他干嘛非得搞成刑事案件呢？我去找。不是你冷静一点，你找他有什么用啊？我很冷静啊，我就算劝不动他，我也得问他到底为什么。你觉得他会真诚的回答你吗？那我也不能让他这么毁了陈硕吧。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去吧，你一状态下没法开车。走。好，走吧。刘总，您听我一句劝。万和这么大一个摊子，政府花了这么大力气让它破产重整，不会轻易再让它破产一次的。可能往后还有各种政策来扶持。如果你不想投资，可以继续观望，看看别的战略投资人的态度，这以后一定会盈利的。我真就觉得奇了怪了。最初你说万和有30多个亿，我不信。但是以我对万和的了解，这么大的企业怎么着也得20多个亿吧？我跟你一块去了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应该能行。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。但是现在你看，才只有10几个亿。罗律师，找许律师。许律师在会客。知道了。钱呢？其他的钱都去哪儿了？罗律师，这幸亏我们全程监督，你替别的小股东想想，这个时候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咽，他们找谁说理去呢？徐老师，对不起。先出去吧。英子，我在接待当事人呢。我看见了，刘总也在啊。是来谈万和重整的事儿吧？徐老师，我们也是律师团的一员，和当事人谈话，干嘛要背着我们呢？刘总在债权人会议上投了反对票，导致重整方案没有通过。梁诊所让我做做刘总的工作。刘总，我跟你说了什么？你和罗律师说。罗律师，你来的正好，你替我支个招。现在万和这家企业估值只有18个亿，但是我得按照30%几的比例受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前前后后一共投了10几个亿，现在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。你说，我该投什么票啊？刘总，如果你问我，我会说，据我了解，万和还有一块资产去向尚未查清，谈重整，为时尚早。罗英子，你说这样的话，你负责任吗？万和是有一块资产待查，这个在重整方案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这块待查的资产不足2亿，无碍大局，而且一时半会查不清楚。因为这个重整就不进行了吗？这么拖下去，大家都是死。当事人都在，怎么就查不清呢？查不清就谈重整，当事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？你是来干嘛的？是来捣乱的吗？对不起，律师团队我负责，而且重整方案通过之后，律师团队也就解散了，我们的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。你不要发表你的意见。还有刘总，如果你相信罗律师，那你就跟我解除合同，让罗律师来代理。许大律师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当然是信任你了，但是我问你，如果换做你是我，投了10来个亿，只能拿回来3个多亿，你甘心吗？3个亿你不甘心，那只能等到重整不成改清算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很有可能1分钱都拿不回来。好，
我投赞成票。那我们一言为定。如果你在债权人大会上出尔反尔，导致同等方案不通过的话，所产生的后果只能你自己承担。行。我一共投了10几个亿，现在赔了7个多，呵呵，我这个生意做的真够可以的。罗英子，你要干嘛？曲老师，陈硕被刑事拘留了这件事你知道对吧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跟我有关系。陈硕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同行，明明就是个合同纠纷，而且是名山违约在先，为什么把合同纠纷办成刑事案件？对不起，我们对法律的认识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个刑事案件。陈硕他违反了合约的规定，在没有得到甲方的认同下，把在共同账户的钱转到了个人账户，这已经涉嫌犯罪。我作为律师，不管面对什么人，都要以法律为准绳，以事实为基础。我认为他犯罪了，所以明山他报案了。但是任何人在没有得到法院公开审判前都是合法公民。如果他觉得他没有犯罪，那到法庭上去说清楚。如果法官觉得他没犯罪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怀疑一个人犯罪，就报案给他抓起来审一审，审完了没犯罪再把他放出来，是吗？要不然呢？所以你2次入狱也是这样的，对吗？韦老师，陈硕和明山之间的纠纷，你比谁都清楚陈硕为什么这么做。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劝告明山撤掉对陈硕的刑事控告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。我发誓，我会在法庭上让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我会把你搞得身败名裂。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太自信了。记住了，你现在还是我团队中的一员，绝对不能做姐，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先开车吧。对啊，这种人就不能抱有幻想，利用公器打击同行，简直是可耻。喂，秋华，许卓是铁了心要把陈硕送进去。我一会儿去见薛律，争取能会见陈硕。我刚刚也跟许卓说了，我一定要把他搞得身败名裂。像他这样的小人，就要打他的痛处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夏叔，许卓现在坚持要陷害陈硕了，咱们的事情得抓紧了。你同学那边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正聊着呢，他那儿都已经后半夜了。他说有眉目了，不过得等几天。他们这种公司最后会出一份正式报告的。太好了。还有一点啊，保密。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好，我叫孙小小。名字真好听啊！谢谢。
徐律师，有事儿吗？我挺忙的。徐律师啊，我听说您把陈硕给送进去了。这话说的，我可没这个能耐，想送谁进去就送谁进去。我还想送你进去呢，我办得到吗？兄弟，想把我送进去，你本事还差点儿。可是陈硕不就是你送进去的吗？他要是没做违法的事情，我能有办法送得进去吗？得了，兄弟，谁不知道谁呀？就说以前你进去那2档子事儿，你敢说他肯定没有违法吗？你再把我送进去一次。我可不会这么做。再怎么着，我们是同行啊。我韩志通再无耻，我也不会挟嫌报复。陷害同行这种事儿太瞎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徐律师，陈硕律师跟明山集团的这档事儿，我全程参与。说不大天儿去，他也就是合同纠纷，对吧？还是明山集团违约在先，再怎么算也算不到刑事案上啊。怎么样？给我个面子，到公安局撤案，可以吗？真没想到，陈硕这么受欢迎，一出事儿，这么多人护着他。你们这么护着他，当初就应该劝他把钱退了。哎呀，咱们就去公安撤个案，以后见面还是好朋友嘛。韩律师，我就从来不觉得我会和你这种人是朋友。我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口碑的事情往往没有实锤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。这不是没实锤吗？可是陈硕这档事儿以后，许律师专门陷害同行，那可就实锤了。我不怕。你这句话可以随便往外说去。真不怕？我要怕了，就没有今天的许卓了。没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可不要后悔啊，许律师。我的世界里，就从来没有后悔这2个字。再见。他平时挺明白人，怎么这回就弄不明白了呢？经侦那边现在已经立案了，他这事儿可大可小。往小了说就是普通的合同纠纷，往大了说判他一侵占罪，这也不是没可能。他现在人已经进看守所了，你找我帮忙，我能帮什么忙？他这事儿啊，得法院见了，还得靠你们律师。明白了，那个，谢谢啊，王瑞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？陈硕的事儿我也着急，可是我呢，心有余力不足，咱保持联系。得嘞。薛律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找过王瑞了，王瑞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。我已经跟看守所申请会见了。那我也跟您去。你去不了啊，他只让我当他的律师。您什么时候去见他？我现在就过去。那你就带我一起去吧。不是我不带你，你没有委托，看守所不让你进去。那就麻烦您告诉他，让他也委托给我，我和您一起当他的律师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呀，你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你知道陈硕一直爱着你吗？薛律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兄弟都进看守所了，我这心里话不能说说。陈硕，看他像个花花公子，其实他对谁都没动过真心，唯独对你，这辈子的情和爱都给你了啊！你压根儿不当回事儿，你连正眼都不看他，为什么呀？你就说，这么通达的一个人，怎么这回就这么轴啊？他不是要那800多万，他就是想和你证明，他能当好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裴多菲。薛律，走吧，你带我一起去见他啊！我进不去，我就在门口等他，我等他委托给我，行吗？求是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，检举犯罪同伙揭发他人犯罪行为。3、认真学习。到。有人会见。
哎呀，我在里边关着你，丧个脸干嘛呀？哎，你这弟弟也不太争气，又给老哥添麻烦了。受没受委屈？没有，挺好，没事。行。那这案子咱怎么打呀？什么怎么打呀？打无罪啊！安叔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一呢，打刑事案我心里边呢没谱。第二，咱面对的是那么大的一个集团，人家法务啊、律师那么多人呢，皮肤汗数的事儿咱没必要做。我觉得，要不然咱就先把钱给人家退回去。你人出来了，钱还不好挣吗？你要是这态度的话，我都不用你带领我啊，我自己上庭去给自己辩护，行吗？行吧。来，我把这钱了。什么呀？罗律师，您不能。方律，陈硕被拘留了。方瑞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师傅被拘留了，我跟罗律师一起救他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是谁？将来的法律人。方律师，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，我绝不会像你一样。有朝一日我成为律师的时候，我绝不会像你一样。方律，陈硕在提这笔款的时候，他还是良诚所的律师。他代理这个案子也是以良诚所的名义接受的委托，准确的说，这是他的职务行为。要当被告，陈硕不是唯一被告，良诚所也同样是被告。我觉得这个时候，良诚所应该拿出自己大所的勇气和担当来，应该保护自己的律师才是。非常抱歉，陈硕现在已经不是良诚所的律师了。而且当时我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跟他说得清清楚楚，是他自己坚持不退的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，怨谁？怨良诚所吗？我们爱莫能助。也就是说，良诚所不会再管了。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和良诚所有什么关系啊，英子？方律师，我希望你记住今天这句话：有朝一日不要因此而后悔。方瑞，留一下。我在楼下等你。对姑姑是不是很失望？在这个律所，你应该最理解姑姑才对啊。你知道姑姑不是一个人，我身后是一个所。这个律所有200多名律师，他们需要吃饭，需要养家糊口。陈硕的案子关系到万和案，而万和案几乎是良诚所的全部身家。你告诉姑姑，我应该怎么选？多可悲呀！我可悲？成天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要维护法律人的立场、法律人的坚守，为什么到了现实生活中您就只考虑利弊呢？万和良诚所能赚5000万，这5000万就能交换你法律人的立场吗？啊！我一向崇拜您，发现我看错了，你跟其他人一样，尘世里的随波逐流而已。我不怪您，是我怜悯您。走了。方瑞，哎，没事吧？哎，对，罗律师，我突然想起个事儿，我们可以找几个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就这个案子做一次研讨会，让专家们分析分析，到底是合同纠纷还是刑事案件，出一份法律意见书交给法庭。但是那些专家们也不太好找，
而且万一他们的意见对我们不利的话，专家的事你交给我，我尽量说服我爸去找。至于意见，罗律师，如果专家们也认为是刑事案件，你害怕在法庭上跟专家们的意见抗衡吗？我不怕。行，那你先去试试吧。谢谢。好。夏叔，夏叔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新城的钱打过来了。哦，打过来了，算上滞纳金1分都不差。明天不是新城的股东会吗？那你那个小老板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股份了吗？他哪有钱给你啊？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？真搞不懂你们。那行，那我赶紧把你的提成给你转过去，你给你们家打过去，把你爸的事儿处理好啊，别让你妈着急。好，谢谢姐。没事儿。爸，您成天和姑姑讨论法律人的立场，我不要求您偏袒我师傅，您能不能出面，请几位法学家就这个案子展开学术性的讨论，做出你们独立判断就行。你姑姑怎么说啊？她是权衡利弊，爸，我希望您不这样。我昨天还到人大去开会，会上谈到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用刑事手段来解决经济纠纷，这样的话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不利的影响。从你今天提供的这份材料来看，这倒是个典型的案件。爸，但姑姑肯定会阻止您。您还愿意出面吗？这样吧，你呢把材料放在这儿，我再仔细的看一看。如果说后续我们要准备召开一次这样的讨论会的话，委托方的身份我会完全保密的。太好了，爸，谢谢您吧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吧？啊，小雷，你小子这态度怎么样？要是你大伯来，小雷啊，杨总、马总那边我都拿下了，张兰那边呢我也打过招呼了。他说会派律师来投票。梁总这个人你应该清楚，最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。我看你还是先走吧，别到最后给自己下不了台啊。大伯，这话说错了，这孩子从小就嘴犟。小雷，踏踏实实当个股东不好吗？吃喝玩乐那是你的长项，大人的事儿少参与。我给你大伯保证，养你一辈子，考虑考虑。老赵，开始吧。好，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啊，请慎重考虑决议事项。关于董事长的任免呢，我们将在现场以唱票的方式来公布决议结果。好，各位股东可以按顺序投票了。不好意思，还没开始投票吧？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各位股东们，各位高管们好，我叫夏舒，我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受张兰女士的委托来替她投票。
夏律师啊，张兰都给你交代了吧？放心吧，郝玉国先生，我会如实按照张兰女士的意愿投票的。她对协议的价格很满意。辛苦你了啊，请坐。好，那咱们投票开始。为什么是你？我死我认命，可为什么偏偏是你把我捅死的？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。行，明白。董事长我是当不上了，这段时间你帮了我不少忙，我遵守诺言。我去劝一下大伯，让他把新城之后所有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。行，那就谢谢郝总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夏叔，董事会结束之后，我在新城待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之后估计也就离开京北了。我是想对你说，这段时间，小磊，小磊，我明了，我明了，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。怎么可能？张兰姐不是已经把票给我大伯了吗？是啊，我也听说他们已经谈妥了，可是不知道为……夏律师，是不是你？郝总，我说了。我只能遵守委托人的意志。张兰姐虽然出国了，但是她委托我投票给你。哎呀，夏律师，太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我代表我们星城集团13823名员工向你表示感谢，你可是我们集团的救命恩人。咱们的股份加上张兰的2%，应该是绝对领先的。有阴谋，这里边有阴谋，肯定有阴谋。小磊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夏律师。郝总，这是他现在跟我上去把事情办完。好，好，走走，走，小磊，走，小磊，走。夏律师，谢谢啊。罗正义啊，你不一直都叫我陈无良吗？今天我终于被抓进来了，你应该高兴啊，怎么还进来帮我？哼，嗨，不是曾经有人跟我说过吗？赚谁的钱不是赚呀，所以我也想当一回钱赚的。你在里面还挺好吧？好啊，你担心我啊？哎，二位啊，咱先聊正事儿吧，这叙旧的话出去再说呗。陈硕无罪是吧？当然了，你来的话还是有罪，那要你干嘛？我也看了全部的材料，我也会按照无罪辩，只是有2个地方。哪2个地方？第一点呢，就是合同约定中律师代收执行款，但是没有约定可以在回款中直接分配。这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
明山这边不可能同意律师去直接分配支取回款，但是合同里边呢，对于律师的提成比例已经约定的特别明确了，同时还约定了在每一笔回款当中，律师都可以按比例得到分配。所以我只是把我自己的钱支配出去了，这有什么问题？那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公管账户，公管账户也没问题吧？所有的手续还有文件全都合法合规。这个虽然是在双方的意愿下建立的账户，但是1级、2级的优盾权限都在我自己手里边。那他们当时没好好看文件，就在那儿咔咔就多盖了2个章，小怪怪他们自己吧。那我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陈硕就是陈硕哈。对了，你那个小徒弟方瑞，他这2天也在帮找几个法学家，想就你这个案子开一个研讨会。孩子，实在孩子。罗公子啊，拜托你一件事啊，看我现在这样，还能不能从这儿出去也不知道，我还能不能再当律师了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如果方瑞真的通过了司法考试，拿了从业资格证，让他进你们英华所好吗？拜托了。你给个话行不行啊？胡说八道，谁的徒弟谁带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这研讨会开完，我觉得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，这就是一个合同纠纷，我判断大概率不会按照刑事案件处理的，所以你就在里面安心的等消息吧。啊！我一想着我可以在里边呼呼睡大觉，你在外边为我的事在那奔波，我就特别的安心。民事活动中的罪与非罪，首先要看民事法律关系中是否具有违法性，再考虑刑法的迁移性。本案中呢，甲方在合同已有明确的约定的前提下，利用律师一审胜诉的工作成果，悍然违约，与对方私自达成和解。我是坚决的反对利用刑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这种处理方式，这是对民事法律事宜下交易公平和诚信原则的无情践踏。我特别想指出的是，近年来我们经常呢可以看到此类的案件发生，明明是经济纠纷，却偏偏要上升到刑事案件。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时点也很重要，如果被害人并未陷入失去民事救济的高度危险，那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占的目的。其实，要论证是否构成侵占罪，要从非法占有目的之内涵与判断路径多角度综合论证。我强调一下，这个侵占罪之保护法律。许律师，什么事儿？你在哪里？事情没做完，为什么离开？我有事情找你。你先过来一趟。徐老师，给您带个麦，我和记者都沟通好了，一会儿直接开始就行。您对于法律的坚持真的是令人钦佩，许律师。那另一边的专家研讨会正在进行，您是否担心法律界专家们的声音与您的意见相左呢？我不担心，因为我相信法律。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。如果合同的另一方公然的藐视法律，利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利益，那还有什么法治可言？经济活动如何保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也辛苦你们了。许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进来吧。坐。站着说就行。听说你要代理陈硕的案子？已经代理了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团队的成员，这存在利益冲突。我们所和你们所只是鼎新案上的合作，而鼎新案和明山案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是我律师团队的成员，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。错，我只是参与了以你为首的律师团队，而我和你们律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，所以我们所接什么案子，那是我们自己的自由。更何况你自己也说了，万和的案子已经正式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，
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。债权会议没通过，这个案子就没结束。好，那我们所退出。你们现在要退出吗？是。如果现在退出，代理费你们1分都拿不到。很难得，徐老师能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我对你的想象。你等一下，我给我伙伴打一个电话。魏秋华，夏叔在吗？在呢。你稍等，我叫他。夏叔，打扰一下。杨老板，你先看啊，我去一下。他过来了，你说。秋华，你把手机打开一下免提。我有件事儿需要公开的和你们讨论一下。我在许卓律师这里。好。打开了。罗姐，我在呢。秋华，夏叔，因为我代理了陈硕的案件，所以许卓律师提出来，如果我必须代理，那只能退出鼎新的律师团队。而且因为是我主动退出的，所以代理费我们1分都拿不到，等同于我们白白工作了半年。那如果退出的话，你们同意吗？退出就退出吧，不给钱就不给钱吧。夏叔呢？1分钱都不给啊！哎，行，你俩都同意了，我能不同意吗？你过去了。好，那我挂了。哎，英子，慢着。既然咱们已经退出了，那咱们跟许律师正式签一份协议吧。从即刻起，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。听见了吧？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放弃，因为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把利益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这个案子的最大价值其实是我们带来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如果没有我们，你也得不到这个案子。你许卓什么都不是。解除合作协议，只要在上面签上名字，协议就生效了。双方的权利义务消灭，服了。还得是你啊，徐老师。英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和陈硕不一样，他是肯定要进去的，你愿意为他牺牲你自己吗？还是你觉得以后在法庭上我会对你手下留情？关英子，有你在我就安心。很安心。你都没看见当时许卓那副嘴脸，那头都快气炸了。哎呀，几百万买一痛快，真贵啊！哎，早知道我也去围观一下了。一点都不贵，这几百万能把你罗姐眼睛治好了，值了。你们真的不怪我呀？谢谢你们啊，我都快哭了。哦，别，您这演偶像剧呢。哎，英子，那解除协议签了没有？签了呀。哎，还说呢，都不用我起草，人家直接准备好一份，白白浪费我们几个月的劳动。这个徐小人。那协议呢？给我看看。哦。行吧。完了！什么完了？怎么就完了？为什么完了呀？不是按照你说什么即刻起双方什么权利义务消灭吗？这不是上面都体现了吗？没毛病啊，都在哪儿呢？要吓死我！哎，而且我跟你说特逗，就你说的这个，都不是我让他贴上去的，人家在上面已经体现好了。这徐小人，就生怕下一秒咱们反悔管他要钱。完了。不是你怎么也完了？
我刚收到一邮件，是咱们委托那个加乐德公司发过来的。说什么了？这邮件上说，万老板的女儿在非洲购买了一船贵金属，然后正往中国运呢，突然听说万和破产的消息，马上就让停下了，现在在公海上飘着呢。他们调查，这一船贵金属3个亿美金。这消息确定吗？他们办事很靠谱的，都是了解清楚了才告诉我们。许卓已经跟我们解除协议了，所以我们不代理顶新了。我们对他们没有了任何义务，而且从始至终我们也没跟顶新签过合同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有必要拿着自己花钱买的消息告知他们。完喽！完喽！真完喽！大警官，这个案子怎么说撤就撤了呢？哪里不符合移送条件了？徐律师，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我们局里，都对此案呢进行了一个认真的讨论，结果是一致的，就是此案属于是经济活动中的合同纠纷，被告人的行为并不在刑法的判定范畴。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保护经济发展，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。我们也是依法办案，所以才决定刑事撤案。如果你们有异议的话，可以继续的提起民事诉讼。现在讲法律了，当年我那2起案子怎么没人讲法律啊？徐律师，如果不讲法律的话，你可能现在在里边服刑呢。好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到底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。孙总啊，您先喝点水。哎呦，谢谢。孙总，哎呦，徐老师啊，哎，您好，你好，坐。哎，好，那个案子通知我们撤了，是撤了。我没想到对方能量还这么大，所以找你们来商量一下。许律啊，依我看，撤就撤了吧。本来呢，我也没想着把陈硕送进监狱里去，就是为了争口气，把这高的离谱的律师费给他打下来。现在呢，不打刑事了也好，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打这个合同纠纷，逼着陈硕呀给咱们签一份补充协议，别再漫天要价就行了吧。您的策略我也理解，您是想先让陈硕进去，给这个薛律师来点压力，逼着他们呢把这个查封的账号解了，或者是30天之内不起诉，这样查封账号自然也就解了。可是我实在是觉得，刚打完官司就把自己的律师送进监狱，名声实在是不好听。你就这点出息啊？我说你们是不是出卖自己的律师上瘾了？先前出卖陈硕，现在要出卖我，这从何说起啊？我还没要撤呢，你们想撤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一辈子都没输过，哪怕是2次被人打到牢里，我也没输过，这次也不能输。这个案子必须按刑事打。可是公安已经撤了，撤的是刑事案件，别人让我们撤自诉，我们现在提的是刑事自诉，我们向法院控告陈硕侵占罪，一定要把他打进去，让他接受教训，他才会对剩下的钱死心。孙总，你把案子委托给我，就一切听我的，好吗？那好吧。秀华，哎，燕子，都准备好了。太感谢你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陈硕他毕竟进去了，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你好好安抚一下他啊。放心吧，不打。
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，就在10分钟之前，许卓已经代理明山集团向陈律师提出刑事自诉。看来不把陈律师送进监狱里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这消息保真吗？谁跟你说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和许卓的助理是好朋友。那个张律师，有你的呀，夏叔啊！哎，那我真给走了。好，走了走了，路上慢点。哎，夏叔，你什么时候跟这个张律师成为好朋友的？我之前不是在卓越所工作过几天吗？就那时候。可以啊，我跟罗云子在那上了几个月的班，也没跟他成为好朋友啊。看来这位张律师也把我们夏叔当成傻白甜了。你说也真是，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这罗律师怎么不来呀？我们一会儿师傅出来看着就多伤心。你什么时候看出来你师傅对罗律师有意思？哎呦，我看那都写在脸上了。你要我说，师傅确实也太惨了啊！女生就不能这么追啊？哦。那罗律师都给师傅拿捏的死死的了。你别说你这岁数不大啊，感情方面还挺有心思的。头2年光玩呢，谈2段恋爱，总结出来。哎，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俩得来。你们没受苦吧？受什么苦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出来反而不习惯了。快打一打，打一打！不是这什么呀？这是柚子叶啊，柚子叶啊。那你们没准备个火盆什么，让我发一下，发一下。去晦气去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就我俩来了，罗律师没来。谁问他了？我是怕有人报复，我得提高警惕。走走走，上车。走。主角都是压轴出场。哥们儿有点魅力吧？太有魅力。哟，拿着花儿呢。去了。来，超市买鸡蛋送的，家里也没地方搁，便宜你了。买的金鸡蛋，人还送花。罗律师，哎，陈硕交给你了啊，我跟方瑞上车等着，我们先走了。那个水吕、小芳，正好我有件事儿，还需要你们俩帮我见证一下。2份协议看好了，签一下，这里面的不算数，这才是正式的。代理协议啊？嗯。100万。哎，现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了，我还欠他干嘛？没用，拿回去。公安机关是撤案了，许卓那边的刑事自诉还在法院里面。你要是现在不签，将来反悔了，那就不是这价了。100万不多，要我马上就跟人签了。你看薛律师说的多对。都是朋友啊，这，哎，50万行不行？80万，没笔啊，怎么签呢？去吧，我就是背着下降头，卤水点豆腐。记着啊，你欠我100万。现在呢，跟我回趟我们所里。好，我来坐你车，不用再加钱了吧，债主？这回就便宜你一回吧，免费。啊。不是你老盯着我干嘛呀？盯着我能胜诉是怎么着？许卓的刑事自诉你怎么想的？啊，嗨，有你在我还想什么呀？我想的话，那100万不白花了。陈叔，你能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吗？我问你，之前都一直好好的，怎么现在谁说都油盐不进了？一直觉得你是属耗子，大船沉了，你第一个先溜。你这回怎么了？你判断危险能力跑哪儿去了？失灵了？还老一直提醒我要小心许卓呢，自己怎么被他给算进去了？我这么做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？因为我什么呀？你说清楚了。因为你喜欢裴多菲，我就想当一回裴多菲，我想硬气一次，明白了吗？
下车了。下车。怎么了？刚才好好的呢。问你呢，怎么了？程长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不是我让你关心是吧？这怎么吵起来了？没事，爬过去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起早贪黑的为你的事跑了多少趟？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？现在你还倒打一耙，你怪上我了。你这些话说出去听听，你对得起谁呀你？你什么呀？你平时不是挺能狡辩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贫了？变哑巴了？我就应该不管你，让你在。玩够了吧？是你先打呼噜打扰我工作的，郝总，你都已经当上董事长了，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，总不会还失眠吧？怎么还是老来我这沙发上蹭睡啊？这样，我把新城未来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你，总有资格来这儿睡沙发了吧？我才不信，又给我挖坑。我才不给你挖坑呢！合同你起草，一个字我都不改。这可是3年啊，合同我来起草。哎，这要是真的，别说睡沙发了，你和沙发结婚我都不拦着。明天你就带着合同跟我去公司。不行，口说无凭，我录音，你再说一遍。瞎说，我喜欢你。不是说这个，你好好说。瞎说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不对，你应该说郝磊把星城矿业3年的长发业务都包给夏树律师。夏树律师，跟我谈恋爱吧。你到底说不说？你先答应我再说。郝总，你这是敲诈，是勒索。那又怎么样？哪个意思啊？骗子！你竟然敢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，3两下就把那帮糙老爷们给收拾了。这不都是为了郝总你吗？你的仇了。郝磊，84万外加差旅费，你给不给？不给，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。滚！姐不伺候，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？当个股东不行吗？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。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，我也必须得做。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你现在是真正的董事长了。回来了。你今儿回来真挺早的。早吗？这都9点了还早？都9点了。嗯。哎呀，这一忙我都忘了时间了。哎呀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饿不饿？我给你下碗面去。不用了，单位吃过了。我这一天的事儿实在太多了。你们单位不是一直都挺清闲的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忙啊？我这不是当上科长了吗？现在跟以前真不一样了。以前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现在呢，手底有9个兵，你总共你得管的。你们科
总共有几个兵啊？你数数我听听。有几个也有人管呐。哎呀，老婆，觉得现在大学生跟咱那会儿真的不一样。嗯，你就说我们单位那小魏啊，哎呀，你看吧，哎，都要工作了。你说我听着呢，小魏怎么了？